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雷克斯，欢迎回到我的 Minecraft 频道。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帮我到影片的下方按个赞吧。按完了吗？那么我们就赶快开始看今天的建筑影片吧。Go Go！ 在上一集的影片中，我们将世界重生点打造成了一个小天守的样子。那么今天这则影片，我们要继续来盖我们的日式建筑物。这一次我们要来盖的是寺庙的部分哦。为什么要盖寺庙呢？讲到日式建筑，我觉得有几个标志性的建筑物。那其中一个大家在影片中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五重塔的部分哦。那五重塔其实是日本佛寺里面的其中一项建筑哦。单纯只是盖一个五重塔，我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一次我打算在世界重生点的旁边造一整个的佛寺，那其中当然就包含各位在封面中所看到的五重塔的部分。建筑的蓝图已经设计完成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收集材料吧，出发！这一次的建筑里面，我们首先会用到非常大量的凝灰岩。光是凝灰岩的部分加起来就接近4300个凝灰岩哦。那我在前段时间实况的时候，有先去挖了一点凝灰岩回来，目前这边大概4600左右，应该是够用。那我们就先把这些凝灰岩全部放进介符盒中。接下来我们还会用到2440个骨块。那骨块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刷怪塔拿。这次的建筑材料大概约是29000个哦。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处理掉8000个左右的素材，剩下的一些石头类还有木头类的东西，我们就赶快把它收集完成吧。嗨，各位有看到我的工具列上的7个介符盒吗？这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佛寺所要用到的所有木材哦。那目前木材的部分呢，已经全部收集完毕了。没有想到我们上次在加班台的时候所挖的一些木材，居然还不够这一次使用哦，所以才会有刚刚前面的片段我还在砍树的部分。好，我们就继续收集材料吧。嘿，28000多个建材哦，终于在这边全部把它整理过来了。都可以看到这边总共有15个大箱子哦。那这15个大箱子基本上我都有把各种建材先做了一些分类哦。那可以看到比较大量的其实是凝灰岩啊，还有一些木材类的东西。不过在开始建筑之前呢，这边这个蓝图的部分有一颗黑曜石哦。那这个黑曜石基本上这一块是不会盖的，但这也代表这个是这里建筑的水平面的部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先整地，才可以开始我们的建造。所有的树都已经清理完毕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拿铲子把地给填平，继续工作咯。地
已经整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先用鹅卵石拌砖，把整个建造范围的外围的部分先框起来。开始。那么整个建筑框架围完之后，就是目前画面中所看到的这个样子。那大致我们可以用平滑石头的部分来去区分不同的建筑区块的部分。开始建造整个佛寺之前呢，我打算先从围墙的部分开始。这一次我们会采用骨块以及凝灰岩来去做城墙的设计哦。城墙的部分，我们基本上就是用骨块往上叠3格高，然后延伸5格的宽度。中间这一格就是衔接用的地方。那另外这个墙呢，都会间隔1格在中间哦，它是有走道在里面的。那多出来的这一格，我会在这边做一下装饰的部分。我们用抛光凝灰岩的倒阶梯，再加上抛光凝灰岩墙，来去做一个支撑的感觉。另外，墙体下缘我们也用杉木告示牌来去做装饰。在正中间的地方，我们将它挖掉之后，换上杉木的栅栏。围墙支撑的部分，我们在这边使用浮雕凝灰岩砖，搭配抛光凝灰岩阶梯，接着再使用拌砖，将屋檐的部分整个延伸连接起来。屋檐完成之后，我们在杉木栅栏的这个位置放上一盏灯笼。完成2面之后，所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接下来我就不拍缩时了，等一下看到的画面就是全部围墙完成的时候。转场，所有的围墙都已经盖好了，但目前有看到还有2个洞没有补起来，这就是之后寺庙的门的部分哦。接下来我们带各位稍微来看一下整个门的设计过程吧。各位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寺庙的大门的部分。整体大门的框架是采用黑橡木来去当做支撑，然后用橡木的倒阶梯来去做出屋檐的堆叠，然后抛光凝灰岩一样用来做我们的屋瓦的部分。那这个大门的部分呢，会比原本旁边的围墙还要再宽1格哦。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是门是整个凸出来的一个状态。另外在屋檐尖端的部分，这一次我都使用了炼药台来去做装饰，看起来比较不一样。那我们看一下侧面的部分，侧面的话有用了一些栅栏来去做支撑以及装饰哦。里面这次我都有藏了一些铜灯在里面。那这些铜灯主要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把这个屋檐支撑的部分哦，让它可以更明亮一点。好，这就是我们的大门的部分。那外门的话，我是把它全部关起来，里面的部分则是做了一个打开的动作。这边我就没有像外面一样去做支撑了。好，我们就赶快把另外一个门也完成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盖寺庙内的第一个小建筑，这个建筑就是我们的钟楼。
那这个钟楼木材的部分，这次在屋檐的部分，我们是改用成了杉木的道阶梯。那额外的支撑则是使用杉木的栅栏以及栅栏门哦。其余屋顶的设计跟之前的庙门是差不多的。那当然，重点是我们这里面会有一口青铜钟。题外话是，这口青铜钟其实是会响的，只不过我们要用头自己撞就是了。这边我们用石头以及柱子将地板都先垫高了1格半的高度之后，才开始做我们的建筑。这个在日式建筑里面称为绝立柱。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建筑物是藏经阁的部分。那木材的搭配使用上，这次使用了比较多样化的选择哦。除了黑橡木以及剥皮的杉木之外，还有用到木桶或者堆肥桶之类的建材来去混搭而成。屋顶的部分则是有装点了一些抛光的生板岩以及鹅卵石来增加它的线条感。接着我们带各位来看一下建筑的内部的部分。那这里面的话会有大量的书柜，以及装点一些浮雕书柜来当成是藏书的地方。另外这两侧都会有一个算是座位区的地方。那之后如果要看经书的话，就会坐在这边看书。我们继续前往下一栋建筑吧。现在钟楼右手边所建造的就是这间寺庙里面的佛堂。那佛堂的风格设计跟刚刚我们在建造藏经阁的时候是一样的方式。那这个佛堂的屋顶会比较高一点，它会是以2层的方式来去做搭建的，主要是因为里面还要放置佛像哦。屋顶屋檐的设计，这一次我参考了京都东寺里金堂的风格，不晓得各位觉得像不像呢？佛像的设计，这次我们用的是丛林木以及相思木材来去搭建而成的。佛像头部的设计，当然也要依照 Minecraft 游戏里面的风格，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这个标志性的村民大鼻子，后面有盖了一个类似法轮之类的东西吧 ，whatever。各位看得懂就好。终于来到这集影片的最后一个建筑，也就是各位在封面中所看到的五重塔的部分。那这个五重塔我有参考了一个日本的 Minecraft YouTuber 创作的影片，相关的连结我会放在底下的说明栏。这次主要参考的是它的尺寸的部分，那蛮多细节我自己做了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建筑盖法。那五重塔当然顾名思义，其实5层都是一模一样的哦。那最底下这一层完成之后，接下来就只需要把同样的步骤重新做5遍就好。唯一有差异性的大概就是第1层最底下的部分，它的高度是会比较高一点的。塔身的设计我使用了非常大量的讲台以及风箱，而屋檐则是用了大量的栅栏门来去凸显整个结构的线条感。接着我们来看完成后的样子吧。整座塔完成之后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座塔本身在灯笼的选择上，有一部分都改成了灵魂灯笼哦。那改用灵魂灯笼以及铜灯来去交错使用，让整栋建筑在夜晚的时候的光线变化比较有氛围感。那屋顶的部分就是最终会透过阶梯的方式收拢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然后塔顶这里其实我藏了一个烽火台在这里面哦。那这边的玻璃也染色染成了这种橘黄色的颜色。那各位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寺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点空哦，都只有建筑物在里面，看起来有点不自然，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个寺院做上最后的装饰。
首先，我们先来盖一个简单的石灯笼吧。这个石灯笼主要的材料其实就是我们的烽火台哦。那烽火台也会发光，所以拿来当灯笼，我觉得挺棒的。寺庙门口与佛堂旁边的空地，我们把它造成一个枯山水的样式。那这边采用的是砂岩的阶梯来去拼凑而成的哦。那当然也不要忘记放上几颗假石头，来代表这个假山的部分。那造完枯山水之后，我们再到旁边的空地造了一棵有点弯曲的樱花树。总觉得在里面有一棵樱花树也是蛮正常的，但是只有一棵树感觉还是怪怪的，所以五重塔旁边的这块空地呢，我们也是拿来造树哦。这边也额外在2棵树的中间做了一个小水池。各位有发现吗？这个树的结构其实跟刚刚的樱花树是差不多的，只是把树叶换掉而已。影片的最后，就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带各位看建造完成的佛寺光影以及日夜之间的变化吧。别走开哦。佛前金灯燃尽三生，是谁在静默中等候？掌中佛珠，影中生贪嗔痴般一劫，因执念太深，轮回几世终会重逢，放下执念见星空，此生无悔断尘缘，因果无常，只求心静如水。我漂泊在万里轮回的河，渡过前尘，听寂静的歌。生死之间，缘起有缘变，一眼看破，心中无畏无惑。多少凡尘中的过客，多少离合悲欢都曾见证。执着如风，逝去无痕，因果流转，尽管世界沉浮。我已踏遍万里轮回的河，渡过前尘，唱寂静的歌。生死之间，缘起有缘变，一语道破，心中无畏亦无惑。多少凡尘中的过客，多少离合悲欢都曾见证。执着如风，逝去无痕灭，一语道破，心中无畏亦无惑。多少凡尘深陷轮回的我，无尽生死化作一缕清风飘过。等一下，影片还没有结束哦。今天我想要来宣传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分为4个等级，从最基础的镁元素，再到钛元素、铁元素，以及最后的雷元素。那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在 DC 偶尔可以发现我在设计建筑的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来看我设计建筑吧。另外，钛元素以上的会员都可以在我的 DC 获得影片中所有你看到的建筑的蓝图。如果你喜欢这些建筑的话，也想将这些建筑放到你的生存世界里的话，不妨加入太极会员吧。我是雷克斯，感谢收看到这边的你，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拜拜。